这怎么办呀？会有人来救这么晚？哎，妈呀！不知道，不都已经走熟了？这怎么办呀？都是筑基中期以上的修为，看来门内剩下的精锐都在此了。师祖，师祖。 灵符老祖，老祖，好啊，兔来了。既然这样，老夫也不必拐弯抹角的了。想必大家都知道了，前线兵败如山倒，魔道六宗的大军现下正向此地而来，并扬言如若抵抗，击遣不留。唉，看来是没什么指望了。哎呀，老祖，不能这么吓唬孩子们呀！啊！在场的各位，你们都是门内的核心弟子，黄风谷千年的基业全都系在你们身上。老祖之前在大殿前演的那出戏，就是为了让那些手鼠两端的人早些逃窜，这样好方便我们接下来的行动。师叔恕罪。那接下来我等将何去何从？还请师叔示下。我来替李师叔回答吧。此前，太上长老已经联络了九国盟的同道，他们应允我们，为我们提供庇护，所以接下来，我会和李师叔一起带领大家分头撤退。原来是九国盟啊！太好了，那可是天南数一数二的势力啊！这下我们大家可都得救了。天下哪有白来的好处？寄人篱下，成为附庸，还不是被予取予求？九国盟，大老祖来了。千机术，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。此次老夫就给你们加了传音术，100里之内可用气机感应、传音通讯。只要此灯不灭，老夫便可知透你们的踪迹。哎。只可惜逃难在外，不像在谷中清静。你们就谨慎行事吧。谢老祖赐法，我等定守望相助，不做黄风谷威名。你们这些小马屁精，都要跑路了，还什么威名？不是，都愣着干什么？等着开饭呢？赶紧去准备呢！半刻之后，大汤集合。是。别走漏风声啊！是。快呀！是。师父，快走！真不想一走了之，但也不能坐以待毙，还是做好准备，随机应变吧。
看来也不在这里啊，又要换个地方找了。哼，其实还蛮喜欢这里枫林的。众弟子听令，此行凶险，我们要穿越魔道的地界。如果遭遇妖人，切不可恋战。逃脱后，以千机之术定位，到标记好的地点汇合。是。出发。现在该想想如何对付那妖兽了。颠倒五行阵，从没让人失望过。这应该是玉灵宗那人的遗骸了，伤得这么重，难怪来不及收拾储物袋。
这是灵宠的兽卵，这些虫子的生命力可真顽强。玉灵宗有点东西。天下奇虫，血域蜘蛛108位，京北妖狼73位，噬青虫第12位。什么呀？排名这么靠后，只是京北妖狼居然只有73位。如何培育和驱使？算了，有空再研究吧。找到了，灵寿山与玉灵宗的往来信件。你的主人都不在了，你也可以安息了。毁我法器的账，就你身上的材料来抵。九恩，到时候也给你做个厉害的。此件事了，也该回去报信了。不管结局如何，总要尽一下人事。潘长老一战成名，李某自愧不如啊！啊，金谷园战事这么焦灼，你还能出面主持大局，佩服！这现如今呢，七派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了，谁能置身事外啊？眼看着门派中的小辈们前赴后继，我这个老东西啊，总不能坐视不管吧？就算不为我自己争口气，也得为我那么多徒子徒孙们争口气吧？哎呀，三位，看看谁来了，还不如接驾一下呀！不要脸！你一个迟到的人，还要什么接驾呀？啊，我迟到了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潘老头，你啥时候到的呀？我也是刚到。你看这不差不多吗？哎呀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饿了，渴了，赶紧把黄龙谷好吃的糕点都拿出来吧。看见没有，沙子有的是，要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说正事。赶紧把你那个升级版的4级妖兽的麻将拿出来啊！啊，天天打仗多无聊啊，解解压嘛！啊，这还差。收回去。哎，乌云子，你别每次一来又要吃又要玩的，找你来说正事儿。就是，师姐请说。据我方前线斥候观察，魔道贼子很有可能在下个月初策动攻势，所以我和师弟打算安排人手，在他们后方布控。攻其不备吗？哇，师姐，这主意棒棒的！哎，要不我们为此事啊赌上一局怎么样？这你也要赌啊？啊，那你赌成还是败呢？我当然赌成啊。那我们呢？败呀！滚！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我滚犊子了！师父在上，弟子韩立敬请教安。不孝徒儿已返回谷中静心闭关，谷中一切安好。弟子心中挂念，仅您一人。前线战况不明，弟子回谷途中，意外发现灵寿山与玉灵宗勾结，图谋不轨。弟子已将政务呈交掌门，掌门位高权重，八面圆通，唯恐此事扰乱军心，按下不表。弟子却唯恐此举会影响前线战局，陷师父师伯于危难。弟子焦灼辗转，唯令写下此信，唯望师父万万小心。人事已尽，希望师父收到传音符，能想尽办法阻止最坏的结果吧。
战事将起，你也要保护好自己。这金背妖狼的甲怎么做小了？这么快就孵出来了？食量可真大，吃的真多呀！看来这灵宠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养得起的，得找时间去百妖园走一趟了。来吧。是我小看了你，早知道我就先对付你了，小子。现在来也不晚。刚才那是什么？好险，差点就没命了。在诸暨中期，就有如此深厚的真缘，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！黄风谷的小子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你在杀那些散修的时候，也问了他们的名字吗？没错。你应该已经看到了那个塔上的名字，都是我亲手书写的。他们只不过是我的一部分，是我通往宏愿的阶梯罢了。韩师弟说的竹林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魏娘、苏师兄，还请你们助我。那黑沙教教主几乎已经入击圆满，这阵法真的对他有用吗？事到如今，只能相信韩师弟了。再跟他聊一会儿，他们布阵还需要时间。你已是人间的君王，还有什么宏愿能让你如此执着？君王？什么君王？在你们这些仙人的眼中，我们只不过是不值一提的蝼蚁罢了。接着聊，再多说几句。当这个城建起的那一天，凡人在你们这些仙风道骨的人眼中，那就是家畜而已。你们天天口口声声的仙风道骨，从来就没想到山底下的累累尸骨。君王不能修仙，
这也是你们7大门派定下的规矩。可惜呀，枉费我兄弟2人空有灵根，却只能修这邪门歪道的血技邪法。我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不再做你们眼中的傀儡。再聊会儿，你不想当傀儡，却拿那些散修的命当阶梯。你想长生，就让你的兄弟们去送死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邪魔外道，枉为人子。我险些就着了你的道，看来你懂得如何激怒我呀。现在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好，那就战吧，看看我们到底谁对谁错。卑鄙小人！海师弟，你受伤了，不要紧吧？虎豹，他来了。真是不自量力！我不入阵，你们能奈我何？别以为不入竹林就无事，从追上来那一刻，你就已在我阵中了。来吧，轮到我了。雕虫小技。
心！主人，救救我！主人，不要抛下我们！周姬结丹，大道之路，难道是在骗我们？放手！我叫你们放手！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我养的养灵丹用的一些躯壳罢了，居然还敢痴心妄想，还想长生不老？你们不死，我如何能长生不老？如何能千秋万代？主人，主人，大兄，为什么为了你的长生而我要去死？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死？为什么？不要去，主人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小人休走！主人，看我走吧！救救我们！主人！都给我机灵点儿！教主闭关，在宫中施了迷魂雾，可别像那凡人一样着了道了，叫都叫不起。这3个混蛋，自己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让本王在这看门，还说什么守株待兔。分明就是偷懒。等教主出关，定告他们一状。低阶修士，就是鱼了。果然有埋伏，先解决报信的，别打草惊蛇。马氏是。先解决那些低阶凶手。两位师兄，我们追上去，围杀此僚。好。
生变，速战速决。 有意思了，这怪物归我，你们谁都别跟我抢！喂，跟你说话呢。你就要花我，我来弄死他！ 换个人打吧，走。一臂之仇，今日必报。快去阻止那人妖化！好。不愧是三哥，我来助你。
恢复一次，我斩你一次。很好，愤怒吧。这秘术激发兽性本能，这种场合失去理智，可就离死不远了。还有2个血石呢。小心！宗师兄，大块头交给你了。好，弟弟。不好，是极其猛烈的湿毒。来。没想到能在这儿再次见到你，韩道友，别来无恙。看来你是用升仙令进了黄风谷，还到了筑基中期。所以，在太南小会你就诱骗散修，拜你所赐，吴九只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老天让我活着，就是为等你上门送死。别废话了，万小山道友的仇，今日就一起做个了结吧。去帮刘师兄。你小心。早就说过，你是我的猎物。你和那几个不一样，老像个习武的。算你有些见识。我汉州宋家本就是以武入道，看你这样子，难不成以前也是厮杀汉？口口声声不涉世俗，可这世间征战不休。背后都是修仙门派世家操控，你们倒是仙风道骨一团和气，到头来死的都是凡人。你这半人不妖的，又有什么资格代表凡人大言不惭？气派的渣子，去死吧！强术无非拦、拿、扎、割、击、引、剑术也是如此，有道是一寸长，一寸强。像你这样粗暴的战术，枉费这煞妖之躯，当真是暴殄天物。你废话太多了。得手了！师弟小心！哥！对不起。
里的味道应该也很美味吧？哥。 你的废物同伴又少一个。韩师弟，速战速决，为我护法。 这是评估的。找死！我要亲手捏死你！ 原血激发珍宝，刘师兄也太过拼命了。还挺听讲。说吧，叫什么名字？老子要是心情好，给你立个碑。南朝湘西百人将铁罗，杀你看！ 速速化妖，与我一起对付他们！春风干月秋气息，茫然全部，人言为情，将不了长进，不论锋芒运筹谋划，没完没了。几分牵挂伴我走天下，绝境。 红尘至今的眷恋，几位师弟辛苦了，都退下吧。 信仰山上发耀光，暗涌
无需我自己动手。小冉，小总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小总。主击中期实力的傻妖，一击即溃，不愧是珍宝。不过，连储物袋都烧成灰了，真是浪费。韩师弟，这局就算咱俩打个平手吧。3个为5。都解决了。师兄除魔未到，不惜燃烧珍宝，师弟佩服。韩师弟过誉了，今日之事，断不可让为娘知道。别让她担心。哥，刚才我不是故意的，回去要怎么交代啊？现在应该怎么办？魔头未除，还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更坏的事情。不能把他留在这儿。哥，对不住了。对不住了，陈师弟。刘师兄、宋师兄、韩师兄，我哥的事情，我晚点自己和表姐说吧，先帮我遮掩一二，免得他分心。这个自然，师弟节哀。哥，我带你回家。那咱们进去看看吧。总觉得漏掉了什么。修行了这么久，还打喷嚏，有种不大好的预感。不行，不能再让其他的事情耽误了。修炼，修炼，修炼。如今主修的清源剑诀已突破至第6层。等解决秦府的麻烦，再配合上小绿瓶配制的灵药，就尝试突破筑基后期吧。散功，怎么又有散功的迹象了？这三转重元功上说，每当修炼到清源剑诀第6层，应该散功重修3次。像我这样的伪灵根自制，只有这样反复的压缩真元，才能多一丝突破结丹的可能。
不过散功一事，未免太过疯狂。这秘籍看起来也不像是全本啊。那妖化秘法能令修为暴涨，想必隐患也是极大的。那些人练完之后，好像都变得疯疯癫癫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受那诡异的血气影响。血牛五行丹可以突破结丹凭借，怪不得黑煞教教主估计练的就是此法。不过要像那铁罗一样变成半人半兽的模样，还是算了。看来是暴露了，纵过赶来。韩公子，公子，有您的朋友登门拜访。嗯，我的朋友。公子，认识他们吗？不认识的话，小人把他们打出去。行。嗨3个、4个、6个、7姐姐，行。师兄师姐，此番来援，旅途劳顿，韩立感激不尽。师弟，你怎么神神秘秘的？还特地在信中嘱咐我们不要暴露黄风谷的身份。我们装的怎样？像不像普通凡人？紧赶慢赶，可算是赶上上元灯会了。你来这京城也有些时日了，可去了墨香居？听说京城的牡丹花是一绝，你可见过？哎，京城可有武林高手切磋？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赶紧跟我们讲讲。哎，韩师弟是奉师傅之命来除魔卫道的，这等凡人之间的戏言，以后还是少说为妙。哦，对了，韩师弟，传说中所说的邪教是怎么回事？三师兄明鉴，此教名为黑煞教，常年盘踞在京城，拉拢全国散修入教，实则是用血祭之法残害同道性命，稀释公理。岂有此理！这等血祭害人的邪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门内熊囊是干嘛吃的？这等大事，居然毫不知情。韩师弟，你所说的可有真凭实据？我等修仙之人不得干涉世俗王朝，本就是门内铁律。说是仅凭臆断就肆意妄为，长老们听了，恐怕不会太高兴。依我看，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。七派忙着与魔道交战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。再加上被害之人大多是散修，无门无派，七派关注不到，自然无力干涉。根据我收集的消息，这黑煞教共有4个筑基期的玄师侍卫，还有1个教主正在闭关。如今我们几个联手，尚可一敌。但若放任那教主破关，恐怕这邪教就真成气候了。别闹了，你忘了韩大哥说过，
那些邪教余孽未除，这段时间要慎用法术的。哎呀，你看这人一旦学会了法术，哪还能过那人间的日子？不过就是个小法术，没事的，采花姐姐。大哥哥不是说肯定会保护我们的吗？请问大人，已经证实那些散修，半数都是被这两人接走的。一个练气期的孩子跟一个凡人，出事前有人曾见过他俩多次往返秦府，要不直接把他们抓过来问问？不用了，现在线索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。若是惊扰他们，反而多生事端。你回去吧，今晚的事先别跟任何人说。是。秦府，叶舍走了。这灯会那么热闹，咱俩也该活动活动。各位，别再犹豫了。韩师弟好不容易探得了这些妖人的底细，再不行动，更待何时？老四，你不是最好与人斗法吗？好，既然三哥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自然不会错过这场好戏。靖哥去，我也去。韩师弟既然请我们来，应该有办法了吧？何不说出来，大家听听？这是先前我在那妖人身上留下的标记。皇宫，皇宫，越国皇宫，御花园，藏书楼。这邪教挺会选地方的。修仙之人绝对不能踏入皇宫，这是规矩。若是贸然闯进去，出了差错，咱们可担待不起。对方就是料到这一点，才会如此肆无忌惮。只怕连着当朝君王，也沦为了他们的傀儡。对方分明就是想利用这禁令，让我们投鼠忌器。如果我等就此畏缩不前，岂不是正中其下怀？有的事情，对错本身还不如规矩重要。规矩是人定的，对错是天定的，怎能相提并论？若上面怪罪下来，我一力承担便是。如今敌明我暗，正好指导老巢灭其首脑。我赞成刘师兄。我也赞成。此寮藏在皇宫之事，你是不知道呢，还是忘了说？吴师兄，师弟以为，不管这妖人所在何处，都不该坐视不理。对啊，刘师弟，你到底去不去啊？给句通坏话吧。对啊，一起去吧。恕吴某不敢苟同，恳求各位三思，莫要自误。告辞。刘师弟，让他去吧。那些魔道水平堪堪，本就无需我们一起出手，少了六师弟，不在话下。有你在，那些魔道一定不是对手。对，有我们三个，足够了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大家还是料敌从宽为妙。韩师弟说的对，邪魔虽不足为惧，但他们有四大血誓，还是不可轻敌。可若是再向谷中求援，我想到了，有一个人肯定能帮到咱们。你看，哇，那么多灯哦，太漂亮了！哎，这个鱼可以吧？好热闹啊！这怎么这么韩师弟，这凡人的街市这么热闹，怎么都没有听你说过？这么热闹的庆典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是吗？哎，贵阳，看这，哦，没想到咱们修仙界都打破头了，这里还能如此。只怕热闹不了多久，就又是一番血雨腥风。我小时候也经历过战乱，
南来北往的军队都打成一锅粥了，不管谁输谁赢，最后苦的都是黎民百姓。这些邪教妖人唯恐天下不乱，一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我就寝食难安，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尤师兄受过什么刺激吗？怎么一提邪教就这么冲动？哎，你们快看，谁来了？哎，我把咱们的帮手带来了。陈师妹，刘师兄，宋师兄，哎，陈师姐，韩师弟，你不是总向我打听韩师弟的消息吗？韩师弟就在这儿了。黑煞将的事儿，我已经跟巧杏说过了。他正好在附近的南乌城执行家族任务，一下就答应好咱们一起去皇宫了。最近总是接到前线投来的捷报，守备魔道之事如今也告一段落。如今正好有空，就来京城闲逛一下。如果能帮到二位师兄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好了，你们聊，咱们去看花灯，金哥。快，要像我们一样，有话就说，一定别藏着掖着。表姐，去看花灯喽！去吧，慢点。走，等我们。走了。看花灯，师兄。韩师弟，别来无恙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父亲一直让我在家里修炼，错过了许多人间的繁华。现在看来，竟有些羡慕他们。小妹、爹、娘，还有厉飞羽，你们都好吗？韩师弟，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。山间清寒，世间疾苦。这仙也好，凡也罢，各有各的无奈罢了。你说，这水中的倒影背后，是不是有另一方天地？那里没有人心险恶，也没有战乱，到处都充斥着自由和纯粹，就像梦境一样。镜花水月，如梦幻泡影。这世间，总是苦难多一些。纵使我们修行大道，也是顺心一少，不如意多。师姐，还是看开一点。师弟真是豁达，跟你聊这么几句的功夫，我就把所有烦恼都忘了。你最近有做梦吗？自从修仙以后，就很少做梦了。是吗？我最近倒总是做梦，梦中有一道黑影，一直在追我，我逃也逃不掉。但每到这个时候，总会有一个人出现来保护我，只是我看不清这个人的脸。也许师姐看到的，只是水中的影子吧。颜色。哦，你快看，金哥，这么漂亮！是。哇！快看，金哥，太漂亮了！哎，你看这个。哇，真漂亮那个，是不是？哇！
韩大哥，果然你还是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。修仙者和凡人不属于同一个世界，我永远也无法和你站在一起。莫姑娘，保重。欺人太甚啊！这个姓韩的太嚣张了，一下叫来这么多穷亲的白吃白喝了。当我秦家是开善堂的吗？啊，少爷，消消气儿啊！韩公子初来乍到，怕是不懂规矩，而且老爷呀，现在对他这么恩宠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和他一般见识了。我动不了这姓韩的，我还动不了他那些穷亲戚啊！还真去哎！有些人啊，总想着出风头。要是战败了，看我怎么再执法他，参你们一本。轩儿师妹，你说是不是？我都是为了他们好，他们就是不听劝。我好想你啊！你小子跟姓韩的一伙的吧？姓韩的，来，给我好好照顾照顾他。轩儿师妹，刚才没吓着你吧？哎，他们这帮人，谁？好邪异的武法！触及其生面孔，看不出根脚，跟秦府有关系。看来道友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。阁下，你认错人了吧？错不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教主现在正在突破的关键时期。你这一身筑基修为，不要浪费。1敌2没有胜算，得赶紧去给他们报信。感觉怎么样？属下该死，让主人在闭关之际，还分神为属下疗伤。你追随我多年，替你疗伤这种小事，何足挂齿。不过，你的身上好像有别人给你安了追踪的印记，需要我帮你清除吗？主人且慢，此印记留着，或许还有大用呢。啊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人顺藤摸瓜的找来，我们正好将计就计，来个瓮中捉鳖，待属下把他拿下，还能谢于主人认功呢。好，就按你的意思办吧。
参见主人。恭喜主人，贺喜主人，属下偶然间得到一份大礼，要献给主人。走，我看看到底是什么。果然是筑基修士的精血味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要好好的独享美味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可还记得此份地图？这些天，我一直盯着此物。从诸位来京城以前，它就一直在这儿，一动未动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早就意识到被跟踪，故意在此处设下埋伏？没错。与其自投罗网，不如将计就计。那我们就绕过此处，从寝宫和陇宫入手。今夜兵分两路，魏娘和陈师妹，你们去寝宫救国君，其余的人趁这个教主还未出关，找到他藏匿的位置。攻其必救，围点打援。对，就是如此。既然如此，大家稍作休整，今夜子时出发，望大家戮力同心，斩杀邪教。是。有人。韩少爷，小书房里做了几样点心，不知几位是否有意呀？太好了！拿过来。不必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还有事？韩少爷，我家少爷从街上回来以后，好像害了失心疯，一直失魂落魄的，嘴里不停地说着“仙人饶命”，大夫人急得已经晕过去了。大夫看了也没用，老人让小的无论如何请您去一趟。我先去看看，不耽误正事儿。这也太冒险了吧！我这好不容易不用上前线了，怎么到了京城还得拼命啊？二位师弟，今夜的事，我会向七派上报公祭，绝不会让二位白忙活一场的。此役艰辛，今夜就拜托各位了。我等定不辱使命。好了，我的儿呀，你终于醒了！老爷，韩公子妙手回春，轻轻一碰，少爷就醒了。夫人也好了。快去！哎呦，韩先生，叔伯，先是大恩大德，老夫无以为报。秦老爷不必如此，还是容我多说一句：今夜之后，这天怕是要变了。秦老爷是个好人，还是多做打算吧。要变了。这皇宫之中，唯有这片竹林比较隐蔽，就以此地作为退路吧。这教主修为，至少在筑基后期，必有一场苦战，正好试试这修缮完成的颠倒五行阵法。剑芒、剑盾、符宝、法器和符箓都备好了，底牌也有了，剩下的就只能尽全力了。
韩师弟，距离心动还有一段时间，能不能单独聊聊？韩师弟，当年血色禁地试炼之前，黄风谷中救我的是你吧？你先不用急着辩解，我知道那不是梦。我也知道那就是你。不止那次，我们后面好像见过很多次，所以每次见到你，我都觉得更亲近了些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我想不起来了。不会这望尘丹的药效又快没了吧？罢了，想不起来就不想了。其实我想告诉你，我和那姓陆的贼子只是家族定下的亲事，我从未对他动过心。陈师姐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何要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有些事情我希望你能知道。师弟不会觉得我是个不好的人吧？啊，不是。好了，我想说的也说完了。大战在即，韩师弟不要分心，也去准备吧。哎，韩师弟，我还有一句话要说。黄风谷附近有一座百里山，漫山野花，甚是好看。若我们能平安度过今晚，你愿意陪我去赏花吗？师姐，这恐怕……哦，看来师弟是想让我把之前的事都记起来。师姐，师姐盛情邀请，敢不从命？都听师姐安排。走吧。